这个小丑挑衅地露出大黄牙，纹身哥不屑一顾。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合法的裸拳赛事 BKFC。这就是那个小丑，他叫蒂格。比赛前非要蹦个迪，他深深地陶醉在自己的武技里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。这是他的对手纹身男法米兹。法米兹脱掉上衣准备战斗，法米兹显得特别淡定。蒂格的团队正在给他打鸡血，不要被他的纹身唬住，他只是个小角色。蒂格的裸拳战绩是0胜1负。这场比赛看完，我会帮大家看一下他之前输的那场比赛。蒂格的出场也是非常的有意思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。BKFC 使用的是拳击规则，但是他不戴拳套。这就是真正的拳到肉吧。法米兹的纹身面积非常的大，手臂的这个图腾纹还是非常好看的。法米兹现在是蠢欲动。好，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小丑蒂格是反夹的站姿，蒂格手上来压得很紧。哇哦，太可怕了！法米兹整场比赛只用了1拳就把小丑打倒。法米兹侧闪接了一个后手重拳，蒂格直挺挺地倒在擂台上。裁判在给他读秒，蒂格艰难地爬起来，站起来以后还是站不稳，裁判直接终止比赛。法米兹亲吻自己的右手，我们恭喜法米兹只用了1拳就拿下了这场比赛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小丑蒂格的另外一场比赛，这就是赛前有多嚣张，倒下就有多狼狈。黄种人到底能不能打？这位戴着斗笠的亚洲人是一名真正的战士，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阮达特。在介绍达特之前，我们来聊一聊视频开头的话题。李小龙被称为综合格斗之父，这是无论龙吹还是龙黑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。从早期寥寥无几的亚洲人参加世界级格斗赛事，到现在遍地开花，各大赛事都有了黄种人的参战。从 UFC 第一人张铁拳代表中国走进八角笼，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几位的中国人参加了这项世界顶级格斗赛事。亚洲人用实力证明了肤色不等于战斗力。现在让我们切回主线，阮达特1982年10月10日出生在越南。达特8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带着他和5个兄弟姐妹来到了美国。他在夏威夷毛伊岛上长大。达特在小学期间就展现出他的拳击天赋。8年级时，达特就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少年奥运会冠军。2001年，达特被北密西根大学录取，并授予全额奖学金。2004年，达特转战职业拳击。达特的拳击风格速度快、力量大，擅长勾板连击。2019年，阮达特签约裸拳拳击 BKFC， 每次打比赛他都会带着他的小女儿亮相。2019年10月19日，阮达特在 BKFC 首秀一致判定战胜汤普森。在随后的2场比赛，阮达特都顺利拿下，并夺得 BKFC 轻量级冠军腰带。老规矩，小北哥在视频的后半段带大家看一场阮达特在 BKFC 的精彩比赛。阮达特阮大叔对阵阿布迪亚维拉斯奎兹，这是一场135磅的对决，规则是拳击规则，但是不带拳套的，光是想一想就很可怕。好，第一回合双方开打。这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，
有阮大叔的参战，这个比赛绝对不会无聊，千万别眨眼。双方近身拼拳，防守是什么？没有防守。哇，互相换拳中，阿布被阮大叔击倒，裁判给阿布迪亚读秒。阿布迪亚表示没有问题，可以继续战斗。双方只要一靠近，又开始了摇脚模式。哇，太爽了！阿布迪亚箍住达特的头，一个上勾拳把他击倒。达特站起来向对方竖起大拇指，你牛逼！裁判给达特读秒，达特表示我也没事。双方再次走进擂台中央，这真是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前面1分多钟，双方就有了一个互相击倒。裸拳格斗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只要你一不留神，就有可能被对手送进梦乡。阿布迪亚的眼角好像在流血。达特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歇，阿布迪亚显得稍有疲倦。漂亮！阿布迪亚后手拳精准命中，达特还了他左右摆拳。第一局比赛还剩下40秒，达特现在把阿布迪亚逼到笼边，感觉阿布迪亚有点惧怕达特的死亡轮摆。达特的左右摆拳真的是又快又准，而且连续性又强，一般人真的很难顶得住。哇，这一波输出已经打出去10几拳，双方拳爆被裁判拉开，达特的眼角也被打开，达特毫无畏惧，漂亮！达特下潜躲闪加了一个前摆，阿布迪亚血溅镜头，当场倒下。阿布迪亚直接被达特 KO， 哇，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！这个快40岁的老将在裸拳格斗的赛场，给我们全民带来了精彩的比赛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下慢镜头，还是一样的配方，还是一样的躲闪。达特2次躲过阿布迪亚的重拳，最后一记前手拳锁定战局。这是第1次躲闪，这是第2次躲闪，精准的前手摆拳击中了阿布迪亚的下巴，阿布迪亚重重的栽倒在地。无论你之前是不是阮达特的粉丝，小北哥相信你看完这场比赛一定会被他圈粉。从来都没有高人一等的肤色和人种，只有高人一等的精神和品德。达特和阿布迪亚紧紧的拥抱，也许这就是英雄惜英雄啊。他是超级萨摩亚人马克·亨特，他被称为最有武德的武者，一拳 KO 对手从来不补刀。他在世界的格斗擂台都受到了一众选手和拳迷的尊敬，他被中国拳迷亲切地称为马胖，也有人称他为老丈人，因为他的女儿非常漂亮。这个视频的结尾就出现了，他曾经击败过米歇尔、大肚婆、摩天大楼等一众 UFC 名将，全部是一拳 KO 终结对手，干净利落，从不补刀。今天我们来聊几场马胖早期在日本 K1 打的比赛。这场比赛是成就了马胖的一个经典名场面啊，右脸接拳。这场比赛发生在2000年2月27号，马克·亨特对阵雷赛佛。那这个雷赛佛啊也是个狠人，双方打到后面是零防守进攻，直接用脸来接对手的拳头，请把过瘾2个字打在弹幕上。马胖曾经也吃过了战警的左腿坟墓，这一腿10个人吃下，可以说是有9个半人会直接进医院，但是马克·亨特扛过来了，而且和战警把比赛打完。所以说马胖有多么扛打，只有打过的人才知道。下面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原片啊。这场比赛是一番战是马胖判定输给了他，2人打的可以说是拳拳到肉。当年的 K1